大家好，这期节目要给大家带来一款新的淘宝赚钱项目，相对比上一期的淘宝虚拟产品项目。如果你对上一期节目感兴趣，可以去观看那期视频。这次的项目具有如下优点，除了继承之前的免运费一本万利的优点之外，首先就是稳定性方面，更加好了，可常做，因为我们卖的不是软件，而是出售服务或者技术方案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网店被投诉封号。然后就是单价方面，单价更高，至少也是3到4倍的提升，这样利润也会更高。还有就是工作量方面，单价提高同时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工作量，可能反而更低，因为需要维护的产品数量大幅减少，这样在这些产品的版本和产品安装、运行方面上的问题也会大大减少，可能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更新一次，或者几乎不用。然后在售后的问题方面也会减轻很多负担，甚至这些售后问题你也可以整理成自动回复的形式，或者包装成教程，让客户自行参考，然后进行安装或者解决使用上的问题。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远程安装服务，并根据时间紧急进行收费。再者就是需求量上面，因为这种产品面向平台的关系，对标中上等消费者，他们会更愿意去花费这些钱。那说了这么多好处，难道这个方法就没有一点缺点吗？还是有的，主要就是如果你要提供远程安装的服务，你需要对这些产品的安装十分清晰。还有就是这种网赚方式需要一定的技术，对平台和某些软件需要运用比较熟练。当然这个其实也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。接下来会讲到，我们来到淘宝，搜索 Mac 虚拟机，没有错，这次要介绍的就是苹果电脑上面安装虚拟机，可能是 Windows 或者 Linux 系统，但是主要还是 Windows 是居多。工具使用的是 Parallel Desktop 简称 PD， 然后就是可能会使用远程协助工具，比如 TeamViewer 或者向日葵等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有苹果电脑为什么还要装个 Windows 系统？不是多余吗？其实对于很多刚刚装苹果平台的朋友来说，不习惯是非常正常的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，苹果平台上面的软件都是正版居多，不像 Windows 那样容易找到绿色版本的，因为做绿化的人本身不多。然后就是有些软件确实只有在 Windows 上面才有发行版本。最直观的就是相信现在搜索结果数量，还有店铺月成交量。我们随便看下几个店铺，先来看下月成交量最少的200多的这家店。进来我们看下这家店对产品的定价如何，还有需要包含哪些版本的问题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家店提供主要是 PD17 这款软件下的服务，然后就是苹果电脑芯片版本，目前主要是 Intel 还有 M1 版本，还有就是系统版本，这里可能用户会要求 Win10 或者最新的 Win11，这里系统就跟用户沟通好了，然后到官网找好对应版本系统连接，然后让用户进行下载。因为装系统的时候并不需要使用 U 盘，直接读取系统镜像文件就行。好了，说回来这家店的产品，还有就是自带教程，这里就是上面说的附送安装教程，然后我们可以尽量写的详细，用图文的方式展示安装步骤还有可能遇到的问题，这样用户只需要看文档就能完成安装等操作，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客服这边的工作量。然后我们看下定价，这里4个都是15，相比之前的全家桶，基本上单价就是3倍。还有远程加急安装服务，这里收费30，还有一个企业的是 4.9， 这个可以不用看了，我们只要做前面5个就够了。那样按照最低200单，每单都是15的话，就是说这家店月收入最低就是3000块。然后我们回来搜索结果，选择价格最低的一家。很多人看到这个单价，觉得没什么利润了，其实不是，看完产品套餐定价你就明白了。点开产品套餐，
这里1块多的套餐其实是清理电脑，真实的虚拟机服务价格是25和35，其中 M1 的苹果电脑安装收费是要多一些的。这里这样设计的原因是顾客一看到价格这么低，肯定会优先点击进来，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销量。这里也有远程安装服务，收费和前面那一家一样，这里店月销1000多，按照一半来算，那么一个月店收入就有12500到17500，这里都是一家店的收入。前面的影片说过了，这种店适合使用矩阵或者航母进行操作，简单的说就是多家店同时操作，这样下来收益会非常可观。然后说下前面说到的一些问题，首先就是稳定性问题，相较于之前的方法，这次的赚钱方法基本不会封店，因为我们售卖的是解决方案，而且不是软件本身，软件只是服务的一个工具。然后就是单价上面展示的2家店，单价最低的是15，之前的产品最低是5块，这样单价就是5，那么单价就是最低是原来的3倍，相比于之前的全家桶项目，产品是不同年份、不同平台、不同类型软件包，年份有 CC16 到当前年份版本，年份版本通常每年会要求更新高最新，平台的话就是 Windows 和 Mac 平台， Mac 苹果平台需要求 M1 和 Intel 版本，一个年份的一个平台下的软件大概有11到12个，所以需要维护的产品和客服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。当时就现在这种版本而言，需要维护的软件年份基本一个就行了，看之前展示的商家版本基本就只有17个版本，平台的只有 Mac， 当然 Mac 也是有2种芯片类型的，所以当前这种方法的维护成本会降低非常多，特别在客服解决客户问题的时候会非常明显，同时由于维护的东西少了，问题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固定。最后再来说为什么单价高了，工作量少了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买单，主要原因还是和平台有关系。第一是 Mac 平台决定了消费人群，第二是 Mac 平台上面的软件一般收费，然后我们相对是提供了一种省钱的方式，同时这个消费群体更加能够接受，然后这个方式赚钱的唯一门槛同时也是来自平台的原因，因为会涉及到苹果电脑的一些隐私和权限的安装问题，同时也是技术文档主要要解决的一些问题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。这个频道主要讲网络赚钱、境外银行汇款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内容。如果你有想看的节目或者有问题可以留言，喜欢的朋友请订阅、点赞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